上次我们说到，以色列民众邀请罗伯安到北部的示剑继承王位，同时他们也把所罗门王追杀的耶罗伯安请到了示剑，一个是以色列的正统继承人，而另一个是要与这位正统继承人共分天下的新王。我们来看看，当这两个人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。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，注意，这时耶罗伯安也已经到了示剑，并在这些向罗伯安提要求的会众之中。以色列会众对罗伯安说：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，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罗伯安回答：你们暂且去，第3日再来见我。罗伯安就去同所罗门留下的老臣子们商议应该怎么办。老臣子们让他用好话回答民众，并好好服侍民众，民众就会永远做他的仆人。可罗伯安不喜欢老臣子们的建议，他转而去找那些与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商议。注意，圣经上虽然称他们为年轻人，但是这时罗伯安也已经41岁了，所以应该不是那种20多岁的年轻人。这些年轻人说：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，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罗伯安觉得很好，然后在第3日他就这么对民众说了，民众既失望又气愤。自此，北部的以色列部族就不再认罗伯安是他们的王了，转而拥护耶罗伯安做新的国王。罗伯安听说之后，召集了18万士兵开向北部，要把国夺回来。就在这时，神耶和华令一名叫示玛雅的先知转告罗伯安说：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征战，各回各家去吧，因为这事出于我。神的话他们不敢不从。就这样，罗伯安的军队撤了回去，从此原本的以色列王国就分裂成2个国家，即北部的以色列国和南部的犹大国。我们可以试着比较一下这2个国家的实力。以色列的领土是犹大国的3倍，并且土地更加肥沃，人口也比后者多1倍，所以以色列的国力要明显强于犹大。但是犹大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那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圣殿是按照神的要求严格地建造的，所以这决定了它不可被替代。同时在旧约时代，它又是信仰的核心，因为圣殿是献祭除罪的场所，没有圣殿就无法除去自身的罪，有罪就不被耶和华所接纳，因此它无比关键。统治的目的就是维持秩序，秩序是国家的根基，秩序又源于规则的内容与对它的遵行，而规则的遵行取决于人民的自觉，因为是否遵行规则最终还是由每个人自己实现的。对于以色列民众来说，对耶和华的信仰是左右他们自觉的一股强大的力量。然而从一开始，北部以色列的国王就失去了这股重要的力量，因此自然在统治力上要弱于犹大的国王。耶罗伯安非常明白他在统治上的这一弱势，他认为
如果他的臣民经常去耶路撒冷献祭，这些民的心早晚还是要回归大卫家的后裔犹大王罗伯安的。为了防止这事的发生，耶罗伯安想了一个办法，可却是一个糟糕的办法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糟糕的办法，最终导致了耶罗伯安全家和北部以色列国的灭亡。他的办法是铸造金牛犊来象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这样人们无需再到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只要在北部以色列地界对金牛犊献祭就可以了。他的这个办法应该是受了亚伦的启发。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十诫的时候，因为在山上停留的时日比较长，所以以色列人认为那个为他们引路的摩西不会再回来了。因此摩西的兄长亚伦用黄金铸造了一只金牛犊，并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可以代替摩西为他们引路。因此民众开始对那金牛犊下拜献祭，然而这却激起了耶和华的愤怒，因为拜偶像是神完全无法接受的重罪，即使这个偶像象征着耶和华也不行，一律等同于拜其他的伪神。为此摩西令利未人当场杀死了3000以色列百姓，可见当时这是多么严重的罪啊！然而奇怪的是，似乎耶罗伯安治下的民众并不知道此事，如果知道，怎敢还去拜那金牛犊呢？总之，耶罗伯安铸造了2只金牛犊，一南一北，放在2座边境城市之中，还为这2只金牛犊建造了丘坛和神殿，用以代替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同摩西时代一样，拜金牛犊又一次激怒了耶和华。神将对耶罗伯安的惩罚告诉了先知亚西亚，他要尽除耶罗伯安全家，不为他留任何后裔。不仅如此，北部以色列民众要被从他们的国土中赶出去。这预言最终在300年之后实现了。这个亚西亚就是那个将自己的新衣服撕成12片，并交给耶罗伯安10片的那个先知。上次他给耶罗伯安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而这次却是一个不能再坏的消息了。这些预言最后都实现了，在以后的视频中我们还会提到。到这里，关于耶罗伯安的事情已经讲得差不多了。耶罗伯安做王22年，在他死后，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。下一集我们将回过头再来看看罗伯安和犹大国的情况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